Oh no！ 本来我是不想聊《星之眼》这款游戏的，但最近有一个新闻实在惊讶到我了。这款游戏在英国的周销量竟然超过了《赛博朋克2077》，虽然是一周销量，但也很离谱。因为这款游戏的 M 站均分只有43分 ，IGN 4分，这样的作品如此畅销，看来前 GTA 制作人的名头还是非常值钱的。《星之眼》的制作人是前 GTA 的核心成员莱斯利·彼得·本茨，这位老哥当年可是一手操刀了 GTA 3到 GTA 5的主心骨，按理来说也是行业大佬了。但你看，西岛秀夫从科乐美出来之后做《死亡搁浅》，现在《死亡搁浅2》都快上线了，怎么到他这儿《星之眼》就翻车了呢？这款游戏一上线就成了年度最迷惑的作品。首先最要命的是游戏的优化问题，我用3080显卡玩第3章的追逐战，直接卡成了 PPT， 帧数估计就几帧。像当年的孤岛危机再吃配置，玩家也能勉强游玩。赛博朋克2077刚发售时虽然有黑梦 bug， 但当时我用1060的显卡调低画质也能凑合玩。不仅如此，本作稍微远点的场景就加载不出来了，糊成一片。空场动画有时都会卡成 PPT 式的播片，运气好播片动画帧数高，而等进入游戏时呢，又开始掉帧了，简直梦回20多年前的显卡危机。当然这是游戏优化问题，而不是显卡带不动啊。在进入第1章之前，主角站长昏迷后被植入了星之眼，全程都是动画，没有任何互动。我们常见的3A 作品，尤其是射击游戏或者动作游戏，比如说《使命召唤》这种游戏，开场不仅动画演出声势浩大，也会给玩家操作空间，代入感满满。那我感觉《星之眼》这款游戏就是急急忙忙上线，完全没有打磨好，整个宣传动画做得非常一般，而且完全没有让玩家带入其中，也没有进行游玩的体验。游戏名称是《星之眼》，星之眼也是贯穿游戏剧情的重要线索。那么重要的东西啊，本作就设计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样子。NPC 看到丑到爆的星之眼部件，竟然还能一顿夸，我真的非常迷惑，这代入感真的低得离谱。战斗设计更是敷衍到家，从头到尾都不显示敌人血条，射击手感比 GTA 5都差了10条街。要知道 GTA 5完全不是以射击手感而著称的游戏。星之眼的任务触发实在太搞笑了，我这实在忍不住给大家放一下游戏的原视频。星之眼的任务点提示仅有左上角地图的一内内，多数游戏呢还是有游戏中的高亮提示的。另外，游戏画面与播片动画的硬转场，莫名有一种喜感。任务流程也非常无聊，本作的主线任务就像跟其他游戏的支线任务似的，比如第1章操作无人机监视大楼和野外寻找符号的任务，整个游戏内容就是简单的打个架加上电话汇报。在野外遇到的敌人呢，全是丑到离谱的机器怪。主线任务更是粗糙，基本就是去某地完成某事再回来的模板，没有任何的细节打磨，生化表现非常差，纯纯的走流程。游戏的故事设定上本来是有新意的，未来科技高度发达，外星科技入侵地球，人类和 AI 关系紧张，玩家扮演的战士逐渐恢复记忆，揭开危机真相。这题材其实挺吸引人的，但是当玩家通关之后会发现，这剧情简直就是魔改 GTA Online 中的末日浩劫3任务，换汤不换药，就是在原有任务的人工智能的基础上加了一个外星人的设定，结果外星人在星之眼最后都没有露脸，跟 GTA 的末日任务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太扯了，怪不得是 GTA 的前制作人呢。剧情缺点当然就很明显了，你只要玩过末日浩劫任务的，基本就能猜到剧情走向，就算没玩过的也大概能猜到游戏剧情的转折点，套路化非常严重，缺少一些惊喜。游戏的主线流程大概20个小时，这一点还行，没有像其他开放世界那样灌水。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游戏内容偏少，整个游戏流程就是主角前仆后继的战斗，一直拿枪突，最多中间有驾驶无人机的体验和开车的体验。在当下2025年的时间，这样的体验是不是略显单调了？有些内容设计非常的单一，比如说第10章驾驶无人机去寻找夏利，这个过程真的就是开无人机从 A 到 B， 中间什么都没发生，这可能就是让玩家欣赏沙漠的城市美景吧。当然你要说这么设计也没有问题，可是我觉得细节上做的是不够好的。在驾驶无人机去找夏利的过程前后分别是2个播片动画，中间就是驾驶无人机的飞行过程，整个体验很一般。我们经常看到的设计可能会是这样的流程：播片动画，然后巡逻过程，然后游戏体验，然后再播片动画。其中游戏体验可能是战斗或者黑客入侵，或者是假扮别人混进去，整个游戏流程非常的丰富且完整。这样多层次的设计可能在我看来更好。感觉星之眼在游戏流程不长的情况下还在水时间，
半成品即视感更强了。制作组还特别爱在驾驶环节穿插重要对话，玩家一边应付复杂路况，一边还得抓对话重点，注意力根本顾不过来，严重影响了剧情沉浸感。你像 GTA 的剧情模式上也喜欢在驾驶环节塞一些对话，但是大多数的对话只是交代一下任务目标的特点，还有一些插科打诨的聊天内容，并不是完全抓住玩家注意力的。不过本作也不是完全没有亮点，有些镜头设计还挺有电影感，而且有很强的互动感的。首先是过场动画的镜头调度不错，另外就是新型叙事里面也会穿插第三人称的自由镜头，还有像是主角在塔庙战斗时呢，可以切换到无人机航拍视角辅助战斗，紧张感拉满。但就算把优化全部修好，本作的剧情和玩法也就是5分水平。对比同样上线优化非常差的《赛博朋克2077》，虽然有 bug， 但是赛博朋克世界的细节拉满，世界观可信，剧情和互动性甩他18条街。金针眼这款游戏顶着这些前制作人的名头，拿着半成品圈钱，妥妥的骗钱大作。主角一路成长，但叙事有些问题，玩家很难对角色产生共情，感人桥段也缺乏冲击力，根本带入不了一点。总结一下，这款游戏就是典型的宣传吹上天，实际烂成渣的作品，优化拉垮，剧情拉垮，战斗敷衍，唯一的亮点可能就是营销手段牛批吧。金针眼妥妥的2025年最大烂作，没有之一。